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主题，步步紧逼，布林肯向杨洁篪正式提出第2阶段病毒溯源调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进展。我们今天就特别讲这个题目那么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那么尤其是在川普政府时代，那么病毒的溯源和疫情的追责这件事情似乎就被冻结起来。但是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为疫情造成了这么大规模的人员伤亡，那么造成了全球的影响。那么作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受害国，美国不提出追责，不提出这个调查，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但是这件事情在川普政府似乎就把它放在一边，没有做任何的动作。那么到了拜登政府开始部署所以之前一直有网友提出来说，为什么拜登政府的进度不大？那我们之前讲过，美国政府或者美国要对疫情追责，对这个病毒展开调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他和盟友的合作。美国一个国家没办法推动这件事情。那么现在的情况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那么美国正式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展开第2阶段新冠病毒溯源调查。那么这是美国国务卿6月11号与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通电话时提出来的布林肯指出，中国在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和透明度，包括在中国进行由专家主导的世界卫生组织第2阶段溯源调查那么美国的专家说，就算中国不合作，美国也有办法启动相关的调查这是美国专家就是提出来的一个观点。那么实际上呢，现在布林肯的这通电话跟谁有关？跟拜登有关。拜登现在正在参加7国集团首脑峰会。那么在这个首脑峰会的场合下，那么美国推动了一系列的针对这个武汉肺炎病毒溯源调查的各个场合的推动工作。那么先是美国和英国在7国集团峰会前签署了新的大西洋宪章。那么双方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两国认知到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核心重要性，英美将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会员国共同努力，落实5月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强化世界卫生组织相关决议。美英也同时支持即时、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独立调查，支持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新冠疫情起源进行新一阶段调查，地点包括中国。这个布林肯和这个打电话给这个杨洁篪，核心要说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件事。那么你可以看出来那么这个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达成的联合声明里面就专门提到这一点。与此同时那么7国集团首脑峰会联合公报已经透露出来，里面提出来7国集团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推动对新冠病毒第2阶段溯源的调查，而且调查应该是透明、基于证据、由专家主导，并且不受干扰。这是7国集团的联合公报里面讲到这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美国在7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拜登总统会和这个欧盟首脑会谈。那么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里面也提到，
对于首次发生在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起源进行新的调查，我们呼吁在透明的、基于证据的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并且不受干扰。那么你可以看，英美，然后是这个七国集团，然后是这个美国跟欧美啊，那么都立场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布林肯主动打电话给杨洁篪，就是发送一场新的政治攻势啊，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武汉肺炎疫情的病毒溯源。这一场战役现在正式打响啊。那么在此之前都是炮火准备啊，大家现在就明白，你现在就开始明白两点。第一，为什么拜登总统在5月底要求美国的情报机关用3个月的时间给他提供一个报告？为什么是3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就提供足够的准备啊。那么显然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后，美国开始推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政治攻势。这个政治攻势的中心是什么？就是武汉肺炎疫情的溯源，病毒溯源以其追责啊。那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美国情报机构啊？美国情报机构首先第一条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要让美国情报机构提供报告？在当时的舆论环境是什么？当时的舆论环境就是2条，这边说这个病毒来源于自然，另外一头说病毒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两个相持不下啊，这是当时的舆论环境。然后这个拜登总统说，情报机关，你3个月拿出报告来，告诉我哪个理论是成立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2条。第一条，情报机关应该手里有料啊，没有料的话，他做这个部署，那是把情报机关逼上悬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显然和他的盟友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协调立场，所以美国总统才会提出3个月给我报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系列的变化。这种政治，西方国家非常熟练，非常成熟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就会推动全球范围之内的调查追责，那么想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啊。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这个 Price 发表声明说，布林肯与杨洁篪讨论了美国对朝鲜政策进行的全面审查，强调美中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合作的必要性。双方还讨论了共同面对的全球挑战，其中包括伊朗、缅甸以及气候危机。在谈到新冠疫情大流行时，布林肯强调在疫情溯源问题上合作与提高透明度的重要性，包括需要在中国进行世卫组织第2阶段专家主导的调查。布林肯还特别对香港民主规范恶化，以及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表达美国的关切。布林肯也呼吁北京停止针对台湾的施压行动，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然后布林肯还提出好几例美国和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受任意拘捕和限制出境的个案，并呼吁立刻释放这些被错误拘捕的人。这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就是说美国在这次电话中把美国所有的诉求全部一一列出。然后新华社报道，
就是报道这同一道新闻。他说，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应邀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涉疆、涉港等问题表明中方严正立场。那基本上全是反过来讲啊。那么杨洁篪指出，最近种种迹象表明，一些反华势力企图掀起一股又一股恶浪，借所谓疆独、涉疆、涉港问题对中国抹黑，他们不可能得逞。然后涉疆涉港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啊。然后就讲了一堆啊，其实基本上是针锋相对的讲啊。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新华网和人民网用的都是新华社的通稿，但是内容不一样啊。人民日报、人民网的稿子没有提到新疆和香港问题啊，只提到台湾问题，只提到这个疫情问题啊，其他就没提到啊。所以基本上属于各说各话。但这个电话是布林肯打给这个杨洁篪，也就是说，布林肯打给杨洁篪，告诉他，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1、2、3、4、5、6、7、8、9、10。好，那我们来评价一下。第一，你可以看啊，布林肯给杨洁篪打电话，我们现在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拜登政府恢复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正常的外交往来，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为什么？美国就可以直接随时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实现它的外交意图。如果双方到目前为止还不打电话，还没办法进行沟通的话，那这个动作就做不了。他所谓的实现就实现不了他的政治意图。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年3月份，那拜登政府开始跟中国恢复正常往来，原因就在这里啊。这是第一。第二，这点很重要啊。第二，当拜登政府提出系统性的外交政策的时候，那么中国的麻烦其实就来了啊。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仅开始运用它的实力，而且把它的各种实力结合起来啊，它就能发挥更大的效能。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呢是灾难性。我举个例子，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贸易投资谈判啊，在川普时代，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中美翻脸，台湾一定是战略要点。在台湾的战略要点当中，其实有2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安全问题，就是美国怎么样去协防台湾的问题，这是所有人都关注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但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什么问题？贸易问题。那么对于台湾来说，台湾是很希望跟美国进行贸易投资谈判。如果如果台湾跟美国达成了自贸协议，意味着什么？美国跟台湾的这个经济联系一下子就密切起来。那么美国跟台湾的这个经济联系一下子密切起来，意味着什么？它就会排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经济往来、经济联系，甚至之前一直在争论的这个服贸协议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意味着大量的台商会回到台湾，或者离开大陆，因为美台之间如果达成了自贸协议的话，那么它产生的实际的好处会改变台湾内部的这种政治格局。所以其实美台之间的贸易投资谈判仅次于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就是它的影响力。它当然从长远的它影响力甚至大于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做，而且必须做。
而且应该马上做，越快越好。但是呢，在川普时代呢，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为什么？因为贸易谈判这件事情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做的事情，莱特希泽拒绝做这件事情，美国国务院就是蓬佩奥是坚决推动这件事情，但是莱特希泽不愿意，为什么？很简单，他不想因为这个影响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那这个情况，双方美国国务院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其实产生了矛盾。那川普支持谁？川普支持莱特希泽。莱特希泽其实是反过来，是代表了川普的政治利益。为什么？因为他的选票，这里面他的选票。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川普虽然表现出来对大陆很强硬，但是美台贸易投资谈判没有启动啊。这其实这一招中国最害怕的一招，比卖武器还害怕。但是最终没有发生。好了，你到了这个拜登政府，拜登政府的操作是怎样？拜登政府操作，布林肯头一天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哎，我们跟台湾之间正在讨论某个框架协议。”其实有没有谈？没有谈，只是布林肯说一嘴，把这个消息放出去，马上。戴奇第二天就说我们马上谈，第三天戴奇就跟台湾经济部的国际经济局就已经做视频对话了。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什么？第一，拜登团队内部高度协调啊，主次分明，对外政策美国国务院做主，其他部门配合。主次分明，方向一致，我们是朝这个方向就朝这个方向，没有内耗啊。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就再也没有办法通过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和利益关系去牵制美国政府的政策，这件事情就再也不能发生。在川普时代，这件事情持续的发生，我就经常讲。美中两国啊，这个美中交手，实力悬殊，但是往往在双方交手的过程当中，美国并没有占很大的上风啊，很多时候甚至打个平手，有的时候还会被动。原因是什么？原因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战略误判。战略误判这个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你也不能够这个马后炮说啊，当初谁谁谁干什么，当初谁谁谁，那谁看得清楚？没人看得清楚。在事后诸葛亮谁都可以，但是战略误判的确是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就是说，美国太晚去搞明白中国的战略意图，太迟了。但有些事情已经影响非常大啊。所以美国的问题经常是谁？经常是什么？谁是敌人？搞不清楚哈。他的意图，对方的意图是什么？也搞不明白。经常出的问题是这种大问题，这是第一个大战略误判。第二个，内部分歧，美国很难形成内部统一的立场。当然，这里面有先天性的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这种制衡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中共在里面上下其手搞关系，这个左拉右拉，搞得美国内部这个分歧对立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第七中队、第五中队、第七中队啊，就是中共长期对美国甚至对西方国家的统战、渗透、分化、误导。那就是美国自己内部的熊猫派，那给中共搞得五迷三道，也搞不清楚方向，所以美国很难形成这种共识，所以它就会出问题啊。所以我说中美之间实力悬殊，但是真正交起手来，
并没有太反映出这个实力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华尔街，华尔街坏好多事情，华尔街是个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当然，很多人讲这个，其实美国政府就是会被华尔街操控的，这也不对。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里面的观点，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华尔街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是负面的啊，所以要警惕华尔街啊。那现在的形势是什么？现在的形势，我们从几个层面说。第一，美国政府美国政府现在专业高效啊，内部团结，领导强势啊，基本上你看不到。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川普呢，他是个老板，做老板，老板出身，老板的管制通常有两种风格啊，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就是两种老板，一种老板带着队伍去冲锋陷阵，这是一种老板，这种老板最强势。这就是白手起家的老板，通常是这样，带着队伍直接上战场打。第二种老板呢，就不是白手起家的老板，是天上掉下来的老板啊，就是富二代或者富二代以后，他不用冲锋陷阵，他手上已经有一堆的这个生意了，那怎么办？他又不想自己冲锋陷阵，那怎么办？弄两派人来，弄两派人互相制衡，只要他互相制衡，这老板就可以就安稳了。那你可以看白宫里面的这种关系，全是这种关系，有强硬对华派，有这个熊猫派啊。你比如说，这个努姆钦就是熊猫派，就是白宫里面的熊猫派。那这个那几个蓬佩奥也非常强硬的反华派，让他们互相制衡。所以呢，你可以看很多。伯明也好，蓬佩奥也好，一直在讲，最近一段时间不断的在媒体上讲，美国在这个病毒追责的问题上有这个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我经常讲，我说你在任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怎么跑到现在就变成在野党的时候开始说？你后来想了一下，我想了一下，我后来想明白为什么，川普不想弄。他们是想弄的，伯明也好，蓬佩奥也好，是想在疫情上面做文章的，但是老大不想弄，那就没办法，那就闭嘴呗。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我说之前我一直说，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川普政府在疫情上面不做任何的文章。归根结底，你从现在来看，这全是谁的原因？全是川普的原因，没有别的人原因。那么所以呢，川普的团队就是两派互相制衡的团队，所以他们中间有缝隙，有矛盾，甚至有冲突。所以呢，中共可以在中间上下其手，搞来搞去。拜登这个团队呢就不存在，他是个政客，他知道怎么做事，他很清楚、很了解美国人喜欢什么。美国人想听什么，美国人需要做什么，他搞得清楚，所以他很清楚，所以他强势，而且他政策有系统、有战略，所以你可以看，就美国的政策不再是千岛湖啊，他开始有系统、有组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国会有两党高度共识，就是对抗中国、竞争、打击、遏制。所以所有对抗中国的政策一路绿灯啊，不断的给白宫提供各种的政策工具，不断的做这件事。这第二。第三，美国民意，这没有疑问，对中国强硬。第四，美国盟友啊，美国盟友，这个拜登政府其实花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4个月的时间，你现在才6月份，对吗？1月底上台，也就4个多月的时间。美国的盟友也开始，美国西方国家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两派，
一派西方国家基本上这个走到美国这边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间的国家开始往美国这边倒了，所以呢，基本上总之来说，风向变了，这是现在的情形啊。那关于疫情追责，我之前讲，第一个，团结盟友，在疫情的问题上统一立场，这是这件事情的关键和基础啊。那么现在这个基础有了，西方国家在疫情这件事情上有统一的立场，所以美国开始在这个事情上动手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情报机关手里肯定是有料的啊，什么料我不知道，但肯定是有料啊。那他会按照这个进程逐步的放料出来。第三，美国开始动手，中国的这个困难的局面就出现了。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怎么办？中国怎么办？对中国来说，无非是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坚决拒绝。坚决拒绝这件事情，如果现在就是坚决拒绝，坚决拒绝，那他面临的什么？将面临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施加压力，而且这件事情将会成为中国外交上沉重的包袱，而且没有期限，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死了那么多人，中国也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包括其他国家也好，死那么多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西方国家，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它在道义上是有站在道义上的制高点，所以它可以持续的对中国施加压力，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西方国家有可能联合起来制裁中国，中国将付出无法预期的代价和后果。而且中国经济现在开始走下坡路，啊，人口红利各种不利的条件都出现了。如果西方国，你要知道，中国经济其实非常依赖西方市场，欧洲、美国、日本三大市场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它所有的外汇，中国的外贸盈余来自这三个市场。如果中美之间翻脸，或者中国跟西方国家翻脸，西方国家要制裁中国，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这是不可接受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中国坚决拒绝，它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而且时间是漫长，会持续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付出代价。就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叫什么？这叫流血不止。这是第一。第二，接受调查。如果中国扛不住，其实之前中国让世卫调查一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把这个气儿撒掉，就是我已经让你调查过了，你还想怎么样？意思就这个意思。但其实那次调查，当然谁都知道，那次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中国在全世界的媒体面前表演了一场让你调查，其实是不让你调查的一个这样的戏码，没有意义。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全世界都不收获。那这次如果中国接受调查，这里面就有问题啊！问题在哪？万一中间有个什么材料被发现了，而且你想一下，那次调查以那种形态出现的话，没有意义。你这次要接受调查的话，那你势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一定的退让，否则的话，全世界你这个开放调查没有任何意义。好，万一某些材料导致责任的指向，那这就引发政治海啸，那就是一场政治海啸。如果这个调查组得出的结论真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话，那这就是一场政治海啸，那就在全世界面前，那你就等着打官司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内内宣打脸，那你这个天天在那演，你看刚才那个杨洁篪那番话很强硬啊，非常强硬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
结果你还是让别人来调查，再打脸，后果也很严重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从总的情势来看，武汉肺炎疫情这件事情将成为未来一段长的时间，都成为中国和西方关系、中国和美国关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中间涉及的一系列的后果啊。那么我这里讲一下美国之音今天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呢，他采访了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这个理查艾布莱特。艾布莱特呢，他是最早提出来这个病毒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之一。他认为应该是事故发生了病毒泄漏事故造成这个疫情啊。那么他和一些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在今年3月份给世卫组织联署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这件事情要进行调查啊。那么就是之前的调查，就是之前联合国去世卫组织去武汉的这个溯源调查存在缺陷，没有回答这个病毒是不是来自武汉研究所的这个假设的问题啊。那么艾布莱特说啊，跟美国之音说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让我们能够得出个结论，就是要么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要么来自这个自然环境。那么但是呢，他这么说，他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即使没有中国配合，美国仍然有能力在美国境内启动有关调查。为什么？他说这里的关键点是什么？他说关键点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蝙蝠 SARS 相关冠状病毒所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和一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的。这个非政府组织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非政府组织叫做生态健康联盟啊，这生态健康联盟，它的 CEO 就是美国唯一参加世卫组织武汉病毒溯源的成员之一啊，就是它的 CEO 啊。那么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非政府组织位于纽约啊，那么生态健康联盟在它的硬盘文件柜里会有电子和纸质的文件，这些文件有可能为解决起源问题提供非常重要的和有用的信息啊。这里面包括他们申请经费的建议书、拨款进度报告、武汉实验室的原始数据、武汉实验室的分析数据、与武汉实验室一起撰写的科学论文草稿，以及武汉实验室的大量的往来通讯，这都是美国公众和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获得的信息。因为他说我们为这个项目提供了1.23亿美元的经费，而且全是联邦政府提供给生态健康联盟和这个用于这个项目。那么《名利场》杂志6月3号发表了12000字的长篇调查报告，披露了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其中包括谁？石正丽。那么我就不具体说太多了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根据生态健康联盟向纽约州总检察长慈善局提交的990免税表查出来，到2018年，那么生态健康联盟每年从一系列联邦机构拉来了高达1500万美元的赠款，其中包括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那么石正丽本人在他的简历当中也列出美国政府超过120万美元的拨款，包括2014年至2019年来自美国国家卫生院研究院的
NIH 66.5万美元，以及同期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55.95万美元。报道说，这些资金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生态健康联盟提供的。那么这个他的总裁叫Daszak 就是唯一的一个美国人参加武汉这个溯源调查组这是美国人大概就是这样。艾布莱特说，美国国会和美国司法部应该尽快启动调查，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传唤。那么伯明蓬佩奥也一直在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这应该是一个可以用的突破口伯明之前也讲，蓬佩奥也讲过但是这一点我觉得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美国国会也好，美国政府也好，要搞清楚。当然我觉得美国政府手里可能获得的材料甚至超过这个健康联盟的手上的东西。我认为生态健康联盟手上的东西应该超过他手上的东西，否则的话甚至有可能美国政府已经掌握了生态健康联盟的这些资料，只不过呢这个资料有没有公诸于众这样的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今天的主题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认为疫情这件事情将会是下一阶段的一个重点一方面是美国和西方盟友会在疫情上面开始向中国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中国这边特别是广州，那么疫情又开始复发，那么疫情复发对中国这个阶段的处境非常的不利，那么中国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广州影响非常大，因为广州是中国的商贸中心中国的大量的出口中国大概有20%到30%的出口是从广州出口到海外，所以你想一下这影响有多么大。所以下一阶段世界其他的国家会有供应链的压力，因为广州南沙港封掉了，南沙港一封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广州港的主体是南沙港所以这块影响，所以我们下一阶段要高度关注疫情这件事情，好吧？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明线 GX， 谢谢王先生，中午的节目太好了，有温度的专业媒体人，谢谢可可粉，谢谢 JL， 谢谢 TT， 谢谢好。情况不是布林肯打的电话，是杨洁篪主动给布林肯打的电话。中国媒体还吹牛说应邀，第一，我不觉得是中国媒体硬吹牛，应该就是布林肯打的那你是看其他的节目里面说，杨洁篪主动打，我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没必要吹牛，吹什么牛？这是外交惯例所以我认为是布林肯主动打的这件事情吹不了牛，这个没办法吹牛，怎么吹牛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脸书等宣布不再将病毒实验室来源讨论作为阴谋论，而开始允许公开讨论，这是非同寻常的。脸书作为平台不应该拥有决定公众视野的权利。拜登应该继续川普对230条款的取缔。针对美国的这种数据平台，他们拥有的权利，我认为应该对230条款进行重新的审核这个是应该的那这件事情，美国共和党
应该可以在议会里面提出来啊，这是共和党方面的既定的政治立场，可以继续推动啊。观点为了掩盖疫情不负责任，各种假消息不断，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疫情，全人类都有权知道，非常正确。观点：武汉疫情爆发后，两个动作很能说明问题：一，习第一时间出来宣布要加强所有病毒实验室的管理；二，当澳洲一提出溯源，就狗急跳墙，高强度的贸易制裁。不需要说明问题。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频道的首页就有一个专门讲病毒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是武汉肺炎病毒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我们有个专门的题目讲，当时就已经有结论。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其实当时已经有非常清晰的结论，整个舆论就有清晰的结论，只是中共到后来不认账，就这个问题。观点：中国一切的现状印证了一句老话：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从一开始掩盖疫情，到后来反制裁欧盟，导致中欧协定被冻结，到现在反制裁法一定会把外企逼出中国。又蠢又坏的一切行动都是中国作恶的代价。提问：王先生啥时候讨论一下反制裁？网友答：反制裁法就是个笑话，是武大郎不卖烧饼给西门庆，华为禁止外国人使用鸿蒙系统。反制裁法没什么好讨论，就是其实是一种恐吓，就是说你要制裁我的话，我会反制裁你的。但是这里面中国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其实不仅仅是反制裁法，像什么情报法、什么国安法都有一条，就是要求在中国的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必须配合中国政府，就是说如果你配合外国政府，我就要治你的，你就违法。反制裁法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条款，这个条款实际上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什么？其实每一个跨国企业，它进入一个市场的时候，它都会做一个评估调查。这个评估调查其中有一部分叫什么？政治风险。那么政治风险就是说，我去那里做生意，我可能会面临哪些政治风险？那这一条，那么中国跟西方关系已经掰成这个样子啊。那当然，首先，如果再有跨国公司跑到中国去开厂做生意，他就会要求顾问公司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就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中国跟西方的关系翻脸，他可能面对哪些后果？那其中有个后果就是制裁。其实还有什么？还有国安法等等一系列的。当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企业一看，我的天，我要去中国，我面临这么多政治风险，我就不去了，因为风险成本太高了。所以这个后果就很严重。那当然还有一些本身在中国的企业，那它面临什么？面临产业链的风险，面临很多风险。现在一看，这个反制裁法，我这个风险又来一把，我就算了，我走吧，他可能就离开了。所以中国做这个反制裁法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吧？你想让我说这个话说了啊，满意吗？还满意吧？啊 ，OK。观点：病毒溯源、新疆人权、环保碳排放立场代表了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认同与否。即使中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批评溯源、人权和环保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能做的只有甩锅。提问：请问老师，你认为对付中国，川普还是拜登使中国更害怕？我觉得中国会越来越怕拜登吧，川普并不怕，我不觉得川普让中共觉得什么难过，他并不害怕，难过是什么呢？他觉得不可琢磨，就是东一榔头西一胖子，他都不知道，他没有套路。我经常讲，我经常觉得这个博尔顿的描述很正确啊。川普的政策就像个千岛湖，
各无数个点，这个无数个点互相之间没有关联，但你无法分析，因为它没有关联。所以呢，中国是觉得川普让中国觉得很难过，就他不知道怎么去分析，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但他不让他中国并不害怕，为什么？他捏在手里啊，他很多东西捏在手里。中美贸易投资协定，第一阶段协议，这一个东西就把很多东西都捏住了。他能够做工作，他这中间能够做工作，所以我不觉得他害怕，他是难过，但是我觉得拜登会让中国害怕啊，真的改变拜登政府的系统性会让中国害怕，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形势，这才几个月时间，这才3-4个月的时间，那中国是陷入现在已经是外交孤立了，所以观点，去年大部分时间，川普政府启动疫情追责条件并不成熟。首先，疫苗并没有面世，美国本身疫情严重，染病人数不断的创新高。另外，情报机构没有料，也未可知，启动追责等于主次不分，民意不会放过。到了大选之后，大势已去，也没有心思在追责上面。拜登政府上台也是先普及疫苗，等国内差不多群体免疫了，再启动调查追责，这是比较合适的路径，非常正确。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观点，太赞同王健老师的观点 ，Trump 针对 CCP 是为了贸易谈判增加筹码，贸易协定可以大大拉动他的选票，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压根没有真正想动 CCP。很多动作貌似强硬，可是没有一点实际效果，像华为禁令延迟了几次。观点，川普是发现了问题，拜登是解决问题。OK， 就开始这个川普跟拜登的支持者开始火拼了啊，没必要。川普有川普的局限，川普有川普的贡献啊，川普有川普的贡献，川普让全世界人民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威胁。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主要的对手。这件事情是川普做出的最大的贡献。那么没有川普做这个铺垫，拜登政府现在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所以第一件事情，川普有贡献。但当然，川普自己有他的局限啊，他毕竟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总统，他做事情也就那样，所以也不能够期望值太高啊。他把这件事情做完就差不多了，所以也不要求全责备啊。当然我就不喜欢那种吹捧，各种吹捧，我觉得没有价值。为什么？没必要吹捧。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可缺少，包括川普，当然也包括我啊。关键很多支持川普的媒体大吹特吹川普，现在拜登针对 CCP 的政策，不看整体效果，到现在还不停的说拜登有弱点在 CCP 手上，绥靖啊，这个我觉得那是基本上你一看的就是胡扯，基本上就胡扯啊。美国政府、美国总统跟中共勾结，你疯了吧？有点常识好不好？像前几天撤销一些 APP 的禁令，加大调查再打算，又被媒体说成是放过 CCP 啊。大选期间我也被那些媒体误导过，时间久了，发生事情多了，发现他们是反向洗脑。我还是那句话，他们还是要找一个救世主嘛，救世主就是川普嘛。川普是不是救世主？川普肯定，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美国人民才是救世主啊。观点，打卡悉尼，澳洲当时要求调查病毒溯源，因为没有得到美国的背书，感觉被美国当枪使，后来被卖，结果美国受到各种来自中国的贸易制裁。现在拜登的团结盟友的动作给了盟友足够的信心，这样子才是下一盘大棋的样子。那是
你说那个中国制裁澳洲，川普政府一句话没有说过啊，那真的是，就说澳洲往前跑了一段，回头一看没人了，身边啊。观点 ：CCP 对新疆维吾尔的迫害以及对香港人权的侵蚀由来已久。为什么欧美甚至日本、韩国、印度都站在一起，对 CCP 政权突然出手？根子在疫情大流行。到目前为止，据世卫推测，真正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可能已经达千万，千万，这超出我的想象啊！千万吗？没有可靠的数据，不要讲。人们都知道谁是始作俑者，但 CCP 故意销毁证据并阻挠溯源，短期内找不到真凭实据，借题发挥也不应当意外。提问：对于美国的施压，中国会如何反制？我刚才讲过了，你看一下啊。提问：共青团在中国政治框架中有没有实质性的职权？但团派却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如何评价共青团的地位？共青团的地位源自于胡耀邦，胡耀邦是共青团出身啊，共青团的第一书记，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出现了胡锦涛啊，出现了像这个一系列的团派的干部啊，胡耀邦是这个他们的源头啊。那么团派在中共的权力架构当中属于敲边鼓，不是很重要的。他主要的任务是什么？他主要的任务是输送干部啊，然后吆喝，帮中共吆喝，就是解放军在前面行军，旁边有打快板快板打起来敲锣打鼓的那个那就共青团。那么原因是因为有一任书记来自于共青团，所以共青团慢慢建立了他的这种就是人脉系统，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情况：国内环保乱象丛生。新华社报道一桩环保相关的奇闻：邢台当地以收割机扬起的秸秆粉尘会导致空气污染为由，对农民割麦严格限制，要求必须用装有防尘设施的小麦收割机。当然，相关部门只提要求，并不提供防尘的收割机，当地也难以找到这种收割机。眼看地里麦子都熟了，农民个个心急如焚，于是上演了这样一幕：一边是小麦联合收割机马达轰鸣，一边是农民开着拖拉机，拉着自制的喷淋设备，跟着收割机洒水。为什么哈？为什么？因为靠近北京，老大在那儿呢，啊，明白吗？这就是一个独裁者发生的事情，明白吗？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英美签署的新大西洋宪章？我们上一期节目讲过了一下，当然这其实是大西洋宪章是拿来干什么的？对付纳粹德国的。那么新的大西洋宪章拿来干什么？对付中国的。一句话讲完，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质就这个。提问：商品售价和成本是什么关系？我觉得成本只能是决定最低售价，而上限是由市场需求和个人收入决定，尤其是奢侈品、艺术品这种低限量高价销售商品，不知是否正确？望王老师解答。商品售价和成本什么关系？你这问题问的不周延，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价格，商品的价格，不是售价。价格是什么？价格就是成交价，售价没有意义。你挂个牌子在那里，我一坨屎挂1个亿，没有意义，因为不会成交。有意义的价格就是成交价，那就是价格，就是有买卖的，有人买有人卖啊。这里面有个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就是所有的市场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然后他们尽量的获取最大的利益。那么也就是说，卖家尽量卖高价，买家尽量买低价。
然后形成价格是什么？需求，供求关系。那么有供应有需求，最后供应和需求汇聚在一起，撮合到了供求决定什么？决定价格。决定什么价格？决定成交价。当需求上升，供应不足的时候，价格就上升；当需求不足，供应增加的时候，价格就下降。那好，成本跟它什么关系？成本跟它有关系啊，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关系，供求决定性的关系。所以这就为什么有些成交价低于它的成本有可能发生，那他也必须接受，因为他不接受的话，他可能连低价的低于成本的钱都收不回来，所以成本会影响成交价，但供求决定成交价啊，好吧？观点续，拨回时钟回到2019年的9、10月份，那个时候中共对武汉反送中运动焦头烂额，却毫无办法。另外，武汉疫情官方还没有人敢承认人传人，香港也已经出现好几例疑似病例，而港府毫不避讳。事后证明，反送中运动的偃旗息鼓，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疫情大大遏制了香港人上街抗争的意愿。中共并不具备对西方发动生化战的胆量，然而，如果有人和习总说，小规模释放病毒给香港，即可解决当时看似无法压服的反送中运动，我相信他会拍板同意的。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我不讨论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